云溪屈身躲入了山坳某处巨石之后，以免被冷梅儿的人发现了自己存在。天空之中，龙吟之声越来越悲凉，最终低低的呜咽了一声，巨龙徐徐地低下头去，选择了臣服。龙千珏口中默念了几句，突然推出了一掌，将一道金色玄光打入了巨龙的后脑。巨龙的身躯猛然一震，然后直线朝着地面坠落下去。妈的，有没有搞错？龙千珏这个死男人，非得跟他云溪过意不去是不是？倘若被传出去，他云溪是被一条巨龙砸死的，那他云溪就是到了地府也没有脸面活着了。巨石炸裂，云溪也跟着被气浪弹飞了出去，落在了远处山崖的石壁上，又被石壁弹飞了回来，恰好砸在了龙头处。云溪全身跟散了架一般，横身倒在了地面上。他睁开了眼，恰好对上了那一双圆亮如同黑宝石一般巨大的龙眼。云溪呆呆地躺在巨龙的边上，一双人眼对着一双龙眼，四目相对，气氛很是诡异。龙息一下一下地喷在云溪脸上，痒痒的，害得云溪很想打喷嚏。云溪的眼睛往下一溜，那龙眼也跟着向下溜去。云溪眼睛回到了原处，龙眼也跟着恢复到了原处，好似在跟云溪玩着捉迷藏的游戏。云溪发现这个现象之后，嘴角抽了抽，只觉得事情极其诡异。他居然陪着一条龙玩起了转眼睛的游戏，这事儿说出去谁信呢？感觉到了龙的呼吸声不稳，应该是受伤的缘故。为了防止龙暴露自己的踪迹，云溪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了一粒凝气丹，打算贿赂贿赂他。龙鼻向前凑，嗅了嗅，好似还对龙的口味。他舌头向前一伸，居然都懒得动一下头，就这么的将凝气丹从云溪手里给直接卷进了嘴里。龙好像尝到了甜头，有些兴奋，猛地一下冲云溪脸上喷起了龙息，痒得云溪赶紧捂住自己脸，懊悔不已。玄龙已经臣服了，你只需将自己的血让他食用，他从此以后便会听从你的号令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珏，谢谢你啊！若是没有你，我真怕我降服不了玄龙。没有了玄龙，那么此后我在圣宫的地位怕是也不保了。另一半的解药呢？珏，这一次是我太过冲动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还能不能像以前那样？龙千珏仔细查验了一下解药之后，抬眸，冷光直接射向了冷梅儿。你以为呢？珏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这么做都是因为太爱你，不想失去你。梅儿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不要触及我的底线，可你就是不听。龙千珏忽地上前一步，捉住了冷梅儿一只手，两指扣在了冷梅儿手上的命脉。今日我要废了你的武功，看你日后还敢不敢对我的女人下手。珏，你忘了吗？6年前你被师父赶出了圣宫，身上中了剧毒，几乎丧命。我冒着可能被师父发现，被逐出师门的危险，为你取了解药，救了你一命。你说过的，你会找机会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你不能说话不算话。该还的情我已经还清了，你到底想挟恩自持到什么时候？清醒点吧，你好好的反省反省吧。就听咔的一声脆响，紧接着冷梅尔痛苦的嚎叫声，那撕心裂肺的声音响彻天地。尊者大人，快点放开尊者大人，杀了他，为尊者大人报仇。龙千珏松开了冷梅尔的手，将冷梅尔推至一边，提脚一步一步地走向山坳的出口。他每走一步，手下们便退开3步，疾步而退。不是他们胆怯，而是龙千珏身上的气势实在是太过于可怕。
龙千珏，你真的好狠心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龙千珏根本不理会他，疾步而去。他现在迫切的想要见到他的希儿，让希儿尽快的服下剩下的一半解药。云溪见龙千珏要离开，连忙出声喊他，谁想他刚一出声，那条巨龙抢先来了一声仰天嘶嚎，将云溪的声音完全给盖了过去。该死的，你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快扶本尊去玄龙那儿。云溪远远的听到了冷梅儿的命令，心中不由得焦急。倘若被冷梅儿发现了自己的存在，那自己岂不是死定了？那个女人被龙千珏废了武功，现在一定恨死了龙千珏和他云溪了。怎么办呢？喂，你喜欢这个吗？只要你跟我契约呀，以后我都用它来喂养你，我保证不会将你当作奴役来使唤的。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相处，你依旧是自由的、平等的，同时也是高贵的。玄龙喷着龙息，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云溪手中的凝气丹上，长舌一伸，将所有的凝气丹全部卷入了口中。玄龙眼睛转了转，朝着云溪方向看了过来，柔柔的眸光有着几分阴云之色，好像是在感激，又像是在表达他的善意。不要抗拒我，我与我血为誓，我将成为你终身的朋友，一生的战友，请接纳我吧。我以高贵的龙族的血为誓，我的主人，您的真诚打动了我将成为您终身的朋友和战友，一生服从您命令。我叫云溪，你呢？太久远了，我已经想不起来我究竟叫什么名字了。那我以后叫你玄逸吧。你的身体里面居然有九转灵珠，那可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灵物，源自天地之造化。倘若你能启动其中的能量，将它全部融入你的体内，你的玄阶必定能够大大的提升和飞跃。不过看起来它的能量好像被人给封印了，所以你没有真正的启动它。哦，九转灵珠，那就是说它对我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了。那是自然的，灵珠的主人用它救了你的性命，可是却不想你启动其中的能量。他或许是想找机会将它从你身上再次取走吧。云溪暗自思忖，看起来那男人并非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可怕，毕竟他救了自己，而且还用了如此珍贵的九转灵珠。他一再地告诫自己留在慈云观，或许是想找机会将灵珠重新从自己身上取走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给我冲进去！手下听命，纷纷地往保护圈内冲击，就听砰砰砰砰，一个一个却全部都被反弹了回来。那保护圈犹如铜墙铁壁一般牢不可破，甚至还将他们给震伤了。尊者大人，冲不进去！饭桶，一个一个都是饭桶。倘若让玄龙恢复了力量跑了，你们一个一个都休想好过。主人，我跟你契约之后就能共享彼此的力量，可是你的力量实在太弱了，连给我挠痒痒都不够，真是不爽啊！猛龙不但将他鄙视了一把，居然还抱怨了起来，这让云溪情何以堪。虽然云溪身上的力量对玄龙没什么帮助，相反的，玄龙身上的力量却让云溪的境界有了大大的突破。他一跃冲破了玄关，正向着墨玄五品冲击。得到了好处，云溪的心情愉悦，也就懒得跟他计较了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，不惜一切！冷梅儿，
你对我下毒，想要置我于死地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吗？看清形势吧，现在究竟是谁取谁的性命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云溪将所有的旋律全部灌注到了匕首上，采用回旋的手法，以极为诡异的角度将匕首朝冷梅尔的方向射了过去。冷梅尔心头大骇，连忙扯过了身边的一名手下，将他阻挡在了自己的身前。就听扑哧一声，匕首穿透了手下的身体，最终还是刺入了冷梅尔的胸前。他闷哼一声，从口中呕出了一口鲜血。快保护尊者大人！尊者大人，你快走，我们保护你！冷梅尔的手下一拥而上，朝云溪合围攻击。冷梅尔趁着间隙，捂着伤口，连忙往山下狂奔而去，身影极为狼狈。希儿，你是怎么了？那里受伤了吗？云溪不语，也不看他，带着一脸的怒气。希儿，龙千珏轻声地唤他，他却偏转了头，依旧不理会龙千珏。你怎么不说话？还在生气呢？唉，这件事容我慢慢的再和你解释。你先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受伤？身上的血迹是怎么来的？我不认识你，你给我走开。绕过了龙千珏的身侧，允熙迈步朝将军府的府门方向走去。关门，将军府今天不迎客。允熙停在了大门口，背对着随后而来的龙千珏，对几名守门的护卫吩咐道。护卫们互相对视一眼，有些犹豫。还不快关门？难道要我亲自动手？希儿！龙千珏的声音被阻隔在了大门之后，云溪背对着大门，就站在大门的里面，没有再向前迈进一步。隔着一扇门，各自站在门的两端。龙千珏眉宇深锁，握着手中桀骜的瓷瓶，无声叹息。云溪眼神游离着，心绪烦乱，不知道该恼他还是该谢他。大小姐，一会儿靖王爷可能要来府上拜候，您看是不是把大门打开迎客呢？靖王爷，他来这里做什么呀？这个属下不知，但靖王府的人一早就过来下过拜帖了，差不多稍后就到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可恶的龙千珏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，否则什么？该死的男人，居然大白天的翻墙跳进将军府了！放开我！别拿你这双抱过别的女人的手再来抱我，我嫌他脏。我没有抱过她，我抱过的女人从来就只有你一个人。你若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让你细细的检查，看上面到底有没有其他女人的痕迹。鬼才信你！你到底答应他什么了？他才会给你解药。乖，先张嘴。龙千珏将半粒药丸塞入他微张的口中。我只答应他，帮他降服玄龙，助他坐稳玄龙尊者的宝座，仅此而已。不然，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什么呀？他口中虽然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但事实上，在他心里，他最看重的还是权势和至高的地位。这些是什么呀？聘礼呀，是我师兄前来向你提亲的聘礼。哦，收下吧。虽然你的礼物呢送的比别人多了许多，但足够报名参加10日后的招妻大会了。白楚木微张着嘴，哑口无言。果然呐，那不是正常女人应该有的思维。看来这一次师兄极有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，前途渺茫啊。10日后的招亲大会？哦，这事儿呢是我娘和我奶奶一手操办的，详细的报名情况呢，你可以询问他们。这样也行啊，希儿，你真牛。王爷呀，这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希儿考虑到小莫年纪小，
需要一个父亲，所以打算呢，在庆阳城里举办一个招亲大会，想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入赘我们云家。孩子他娘和他奶奶呢，今日里一直在操办这事儿，很快呀，就会在庆阳城内大肆宣传了。王爷，姐姐她一时失言，才会失了分寸。皇家的聘礼岂能随便收的？若是收了，那便等同于领了圣旨；若是不收，便是抗旨。姐姐她收了聘礼，那么必然是会嫁过去的。至于什么招亲大会之说，怕是姐姐和家人的一时戏言，请王爷不必放在心上。哎，你真的是云家女儿吗？我现在很是怀疑呀。瑶儿怎么可能不是将军的女儿呢？她可是你亲妹妹，她是在为你说话，为你求情呢。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诋毁她，说她不是你爹的亲生女儿呢？我差点忘记了，我这个妹妹呀，可是靖王爷你的宠慕者，对你心仪已久，甚至为了跟我争夺你啊，不惜派遣杀手不远千里的去劫杀我。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，才是靖王爷你该好好珍惜之人。王爷，你千万别听她的话，小女子确实爱慕王爷，对王爷倾慕已久，但是绝对没有派遣杀手去拦截她。小女子手无缚鸡之力，又不懂得武艺，如何会做出这等出格之事？王爷一定要相信小女子，小女子绝对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既然云大小姐不愿意下嫁本王，本王也不勉强了。二小姐对本王一片情深意重，本王深受感动。今日的聘礼，就当是本王给二小姐下的聘吧。不知二小姐愿不愿意嫁给本王，成为本王的侧妃呢？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。只要能伺候王爷，小女子愿意为奴为婢，终身不悔。瑶儿啊，这一次你真给娘亲长了脸了。若不是你急中生智，想出了这么一招，恐怕靖王爷还是会执意娶那个贱女人的。哼，我一见那个贱女人跟她儿子就觉得讨厌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当日我分明找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，让他等在那间木屋里，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变成了那个黑衣男子呢？啊，瑶儿，你说的可是6年前的那件事？难道那件事是你安排的？没错啊，是我安排的。那个贱女人蠢得厉害，我随便的给了她一封信和一壶蜂蜜，她就信了，以为靖王爷在木屋里等着她，要跟她诉说衷情，还以为那蜂蜜是靖王爷送的，就甜甜蜜蜜的喝了。她却不知道，我在里面下了那种药，只要一见着男人就会发疯发狂的药。突然间，房门被踹了开来。云溪，怎么会是你呀？你来干什么呀？6年前的事儿，是否正如你刚才所说，是你在蜂蜜里下了药，然后用信引我去的木屋？不是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你听错了。你还敢狡辩？云溪上前一步，一把捉住云梦瑶的手腕，将她反手扣在了桌面上。说，你刚才说的究竟是不是事实？二夫人见状，连忙冲上前去相救。云溪伸脚勾起了一张板凳，朝二夫人身上砸去。二夫人应声跌倒在了地上，捂着胸口处，痛得不住的哀嚎。说，是我做的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好不容易能嫁入靖王府，求你放过我，成全我吧，我好歹是你妹妹，跟你有血缘关系，你不能这么残忍的对待我。哼，
血缘关系？你现在想到血缘关系了？啊？那你当初在设计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，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脉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，我会让你实现你的愿望，让你顺利的嫁入靖王府。只不过，我要先毁了你的脸，让靖王府的人人人看到你都生厌。我要让你嫁过去，却无人问津，老死在王府里，生不如死。一声凄厉的尖叫撕破了长空。从云梦瑶的房间里出来，云溪脸上很是平静，没有丝毫的波澜，仿佛刚刚那个划破了自己妹妹脸的人并不是他，并非他天生薄凉，实在是云梦瑶的所作所为让他无法容忍。若不是他设计陷害，云溪何以会因此事性情大变？他在生下了小莫之后，心结依旧难解，最终选择在慈云观的山崖之巅了结了自己性命。留着他是为了让他赎罪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娘亲，你快把盆栽里的叶子给摘没了，你跟他有仇吗？娘亲呢是在帮他手工修剪枝叶，这叫艺术，懂吗？娘亲，爹爹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这2天都没有见到他？我还想跟他学练剑呢。别跟我提他。你想学练剑，娘亲教你。可是飘雪13式只有爹爹才会。娘亲，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能不能告诉小莫呀？我现在呢，就想吃一只纯正的北京烤鸭。烤鸭？哦，小莫知道了，小莫一定不会让娘亲欲求不满的。啊？云溪几乎以为自己幻听了，这么彪悍的一个成语，居然从纯洁可爱的儿子嘴里蹦了出来。啊，人不可貌相啊！想不到郑夫子看起来一派道貌岸然的君子风范，却在课堂上教孩子们这么彪悍的成语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爹，二娘跟云梦瑶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拷问过相关的人了，证实那孩子的确不是我的。我又去查探了一下20年前那夜发生的荒唐事儿，最后发现呢，原来那一夜是罗家有意设下的圈套。他们请我去府里喝酒，在我酒里下了药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，罗家为了对付我们云家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居然连自己女儿都愿意赔上啊！那云梦瑶真正的父亲究竟是谁呢？我暗中抓了几个罗府的家丁过来询问，才得知啊，你二娘从前有一段时间跟罗府管家的儿子过往甚密，但是罗丞相嫌弃那个男人身份低微卑贱，无法帮到丞相府的仕途，所以啊，就棒打鸳鸯，拆散了他们。想办法在靖王来迎娶云梦瑶的时候将那个男人找来。赖在我们云家20年，他们母女俩不知干了多少恶事，不仅让我娘受了委屈，还让云溪……总之，我一定不会让这母女俩好过的。抱歉，今日聚会只有10大美男排行榜在列之人才能入内，闲杂人等请速速离开。他们跟我一道来的，他们若是不能进，那我也只好打道回府了。若是人人都争着往里挤，那今日聚会岂不是乱糟糟的？这别人是别人，他们是他们，他们母子啊是跟着我们一道来的。若是他们不能进去，那我们几个也只好打道回府了。我算算啊，
我们这里呢，一共是有5人，10人聚会去了5人，也还好了，至少还有一半的人剩下。我相信呢，依旧能够将此次聚会办的是有声有色的。这，好吧，那就破例子，几位都快请进吧。琼花楼的大堂，众人陆续就坐，云溪也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。坐定之后，便开始打量起在场的所有人来。师傅，看，那个就是独孤谋了。他是那个杀手吗？云溪做出了精准的分析。师傅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的确是个杀手，但凡是他接下的杀人任务，就没有失败过的。他整日里都戴着斗笠吗？你可有见过他的真面目？没见过，他好像从来都不以真面目示人的。那他是怎么入选美男排行榜的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我只是听说，但凡是看过他真容的人，都死在了他的剑下。然后有一人呢，在临死之前说了一句“惊为天人”，之后大家呀就都开始推崇他了，到处宣扬他的长相是如何的惊为天人。啊，这样也行啊？云溪不由得叹为观止。太不公平了吧！早知道我也戴个斗笠，说不定啊还能排上前5名呢。哇，好强的杀气啊！此人的玄机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？各位久等了，各位能够应邀而来，我家公子很是感激，特命人预备了美酒和糕点供各位享用。赫连子枫呢？他请我们来，自己怎么不露面呢？换个丫鬟来招待我们，这算什么待客之道啊？我们可是冲着他的面子不远千里而来的，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着，这算什么呀？各位请先用茶点，我家公子说了，等各位用完茶点之后有礼物相赠。我们不稀罕什么礼物。柳扶风刚说了一句，女子便扬了扬手，又有一对婢女迎步而出，每个人的手中各有一托盘，托盘上置有一个精致的小匣子，小匣子打开，一道淡淡的金光也跟着释放了出来。是玄灵果。云小姐，事先不知道云小姐和令公子会大驾光临，所以没有准备那么多的玄灵果。不过公子特意吩咐了，给云小姐和令公子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快打开看看，看里面是什么。云溪双瞳微微放大，不由得一阵慌乱，脑海之中无数熟悉的片段如浮光掠影一般闪过。怎么了？一只萝卜而已，有必要把你笑成这样吗？赫连家的人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，居然拿一只萝卜送人。娘亲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你浑身上下都在发抖？没事啊，娘亲只是被吓了一跳，我把萝卜当成暗器了。暗器？龙千尘嘴角抖动了一下，这理由未免太过于牵强。这是斩浪剑，上古流传下来的10大宝剑之一的斩浪剑，居然被赫连家的人得到了。各位，我家公子有一个问题想要询问各位，只要大家的答案让公子满意了，这柄斩浪剑便是他的。什么问题？尽管问吧。请各位如实回答。去年的今日，各位都身处何处，在做什么？同何人在一起呢？我记得去年今日，我和雨弟哪里也没有去，就待在家中谱写词曲。那首曲子很受文人雅士的欢迎，到现在呀，还有无数的人在争相弹唱。哎，对，我跟大哥去年今日就在家中谱写词曲。谁都知道，我们兄弟2人文武双全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不像有些人呢，傻呆呆的，只懂得买手炼制丹药，
其余的一窍都不通啊。多谢两位柳公子的回答。哈哈，那么斩浪剑是不是就可以归我们兄弟所有了？哎，二位莫要着急，还是等所有人都回答完之后再做定论不迟。云小姐，不如你也来回答这个问题吧。我？云溪抬了抬眉梢，居然也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，不知对方究竟有何意图。他细细思索了一下，去年的今日他在做什么呢？脑海中电光闪烁，他忽然抓住了一幅极为敏感的画面。对，就是那一日，就是那张脸，他不会记错的。难道怎么会这么巧？他不愿意相信。然而那一只萝卜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脑海中浮光掠影，画面跳转到了他第一日穿越而来的情景。雾和花有感无惧，春秋就好如墨与绸缪。想要我救你吗？求我，求我！不能求他。人活就要活得有尊严，死也要死得有尊严。他坚定地闭上了双眼，等着死神带走他。反正都是一死，他不在乎再死一次。为什么不求我？我宁可死，也不求人。他的脚步声渐渐离去，走得很无情，也很坚决。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云溪感觉自己生命也在慢慢的流逝。四周静谧的，只剩下了自己苟延残喘的呼吸声。他的意识也在消失之中。那我偏偏不让你死。一滴滴的汁液进入了云溪嘴唇，苦中带甜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到了慈云观，所有的人都叫他云溪，同样的名字，却是有着不同的身份。最令他意外的是，他居然还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。在一段时间的彷徨之后，他终于接受了眼前这个身份，这个事实，日子倒也过得安逸。那一日，受好奇心的唆使，云溪迈步踏入了慈云观的一方禁地。白雾缭绕的竹林之中，烛影缱绻之间，他再度看见了他。他一身白衣胜雪，迎风舞剑，片片落英，美好的有些不真实。他终究还是救了云溪，是云溪的救命恩人。虽然他的态度有些恶劣，整日里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，从不拿笑颜迎人。云溪想要做点什么来报答他的恩情，因为毕竟他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个见到的人，而且又是整个慈云观里除了他和小莫之外唯一一个不念经吃斋的人，内心里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包含其中。哎呀，你的手腕怎么又受伤了？前几日我不是才帮你包扎过吗？你为什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呢？你整日整夜不眠不休的练剑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啊，别动，这是最好的金疮药，是我自己炼制的，保证一日就见效的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什么独自一个人住在慈云观的禁地呢？女人，你的话太多了。5年了，终于听见你跟我说一句话，真不容易啊。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。5年的相处，他已经将他视作了朋友，来到这个世界后唯一的朋友。除了儿子，平日里接触最多的便是他了。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除了练剑还是练剑，可是他却觉得
他已经在慢慢的改变，因为他已经不再排斥他了。他以为他们之间会一直这样相处下去，直到那一日，他偶然闯入了他的房间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。从此他再也不敢去找他，从此每见到他，他的心底便会生出一种恐惧感。他越是想要避开他，他却反常的开始主动来接近他。女人，我要离开了，短时间内都不会回来。你乖乖的在这等我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倘若你偷偷跑了，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袁小沫看了看娘亲深锁的眉头，小嘴微抿了一下，仰头道：娘亲那天跟我在一起，我们就住在慈云观里，什么也没有做。好的，谢谢你的答案。女子又开始询问其他几个人：你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赫连子峰是不是有一段时间都不在赫连家？赫连子峰其人从前都很低调，没怎么在江湖上听闻过。好像是从1年前他回到赫连家开始，他的名字才逐渐的被世人所传颂。他回到赫连家之后，在极短时间之内，用强势手段迅速执掌了赫连家的大权，将那些反对他的生意全部打压了下去。之后他让赫连家稳坐是大家族之首。袁熙心神更加忐忑不安了。这时候已经有几个人回答了女子的问话，现在轮到龙千成了。去年这个时候嘛，我真不记得了，可能是在南西国赏花，也可能是在北襄国游船，又或者在西木国爬山。你撒谎！去年今日，你分明就是在东陵国，不是赏花、游山、爬山，而是……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！姑奶奶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站住！我认得你声音，也记得你的身影，你休想抵赖！子羽，住手！袁熙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心中猛然一跳，果然是他。谁也不许走！赫连家的人再次蜂拥而上，将3个人团团围住。哥，你要替我做主，千万不能轻饶了他。放他们走。袁熙和龙千晨2个人同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哥，怎么能放他们走呢？我好不容易才逮到他的。赫连子羽的话语刚说一半，转头对上赫连子峰冰冷的目光，他后边的话便全部的被吓了回去，噤若寒蝉。允熙拉着儿子刚想走人，赫连子峰鬼魅一般的声音再次传入了云溪的耳中。他用的是密语，除了云溪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听到。你失约了。短短的4个字，仿佛梦魇一般笼罩在云溪的心头。云溪心中忐忑，他到底会如何报复自己呢？会杀了自己，还是将自己分尸？亦或是他不敢继续想象。失礼的皇帝啊，为了防备云家，居然只让父亲一个人恢复官职，让爷爷继续闲置在家。难道他就不怕寒了功臣的心吗？云溪自言自语着，随后又回想起了今日跟赫连子峰之间的几次眼神交汇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能够慢慢的坦然面对他了。他似乎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倘若他真的是睚眦必报之人，那么此刻他就不会轻易的放自己回来了。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冷酷无情到可以蚕食自己血肉，还是另有隐衷呢？希儿，醒了吗？
娘，进来吧，我已经醒了。希儿啊，你快准备准备，外边来参加招亲的人呐，都已经排成长队了，就等你过去了。啊，招亲？云溪敲了敲自己脑袋，莫非自己还在做梦？什么招亲呢？为你准备的招亲大会呀，你忘记了吗？啊，是今天啊？那娘啊，招亲大会咱能取消吗？我突然之间又有点不想招亲了。嘿，那怎么成呢？招亲大会现在可是闹得满城风雨，倘若就这么不了了之，取消了，那外人该怎么看待我们云家呀？怎么看待你呀？再说了，以后啊，你若是再想找婆家，恐怕也就难了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事先是我太冲动了，才一时草率地答应了招亲之事。可是我现在想清楚了，姻缘之事呢，还是得要看缘分，强求是不会幸福的。娘也知道婚姻之事不能草率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先出去看看，若是不喜欢的，咱们就挑些毛病，把人家退了也就是了。但万一看中了一个合心意的呢，那岂不是天赐良缘呢？这是娘跟你奶奶的一片心意，你好歹也出去露个面嘛。在云夫人的软磨硬泡之下，云溪没法，只好换了一身干爽的衣裳，硬着头皮上去了。娘亲，坐这里。调皮啊。嘿嘿，娘亲，你看这几个叔叔怎么样啊？是小莫帮你挑选的，他们看起来还蛮帅的，而且他们都交了金子，应该也蛮有钱的。小莫啊，你知不知道这是在选什么呀？儿子居然一连给他挑选了10个美男，难道他想让10个男人当他爹爹？外婆跟太姥姥说是要给小莫找个爹爹，那你还随便乱选？可是我刚刚宣布了招亲的新规则，凡是进入复赛的都需要另外交金子，每进一轮再交1次金子。现在才刚刚开始第1轮的初选，当然是越多人进入复赛越好啊，因为这样可以收更多的金子啊。而且这10个才是开始的一部分，后面还有好多人没有选呢。这都是谁教你的呀？当然是娘亲你了。我们以前在慈云观的时候，那些香客想要见师太一面，祈福求平安，我们不也是这么做的吗？云溪彻底的被击倒了，身子向后一倒，装挺尸。龙清晨和白楚木2个人笑得没心没肺，东倒西歪。嘿嘿，娘亲，你要不要仔细看看这几位叔叔啊？他们都很好玩的。那个人很会讲故事，那个会用口技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，嘿嘿，还有那个会变魔术的。哼，想要成为他云溪的丈夫，可是不会那么容易的。这10位美男居然不怕他的狠瞪，还一个一个笑眯眯地回视他，颇为友善和暧昧。这个太瘦了，摸起来不舒服。这个呢，太高了，接吻的时候会很累的。这个太胖了，抱着它会让我觉得是在抱着一头猪。还有这个，太矮了，明显不称我的身高。我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应该是最适合的人选了吧？你？云溪给了他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。你的话太多了，而且笑得很贱，每天对着你，就会让我忍不住的想要抽你。羽扇男面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羽扇也摇不起来了。
方才刚刚遭受了无情打击的前面的4位纷纷轰然大笑，觉得很是解气，气得羽扇男脸忽的一变，一阵红一阵紫。云溪无视了他，又开始继续点评后面的5位。你嘴唇太厚了，看起来像根腊肠。你嘴唇太薄，闻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哎呀，你牙齿太黄了，想要熏死我吗？还有你牙齿太白了，想要晃死我吗？云小姐，你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些吧？高了不行，矮了不行，胖了不行，瘦了也不行。嘴唇厚的你不满意，嘴唇薄的你也不满意，牙齿是黄是白你还是都不满意。那你到底想要找一个怎样的男人呢？就是啊，哪里有这么苛刻的条件？这世上还能有你挑不出任何毛病和瑕疵的男人吗？停！现在是我在挑选自己未来的丈夫，我自然有我自己的一套标准。看不顺眼呢，就是看不顺眼，哪里有什么理由可言？你们若是不满意，就尽管走啊，我又没有拦着你们。希儿，云夫人开始在一旁使着眼色，很怕她把全场的年轻男人全都给得罪了。那么往后还有谁敢来将军府提亲呢？云夫人心底愁啊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们当中呢，谁若是能猜到我现在心里想什么，那我就让他直接晋级。你们就猜吧，只要他云溪否认，猜对了那也是错的。云小姐，你一定是在想该选谁来当你的相公吧？小莫，云溪朝儿子丢了个眼色，云小莫连忙举起了淘汰的牌子。云小姐，我猜你啊，一定是在想，这快到中午了，午餐应该吃点什么？淘汰！云小莫看也看不下去，直接给他亮了个牌子。还午餐呢，是他自己个儿饿了想吃吧？云小姐，你是在想着该嫁给官家的子弟，还是嫁给富商的子弟吧？淘汰！云小姐一定是在担心，这婚后会不会有人欺负你的孩子？嘿嘿嘿嘿，在下呀，可以向你保证，在下绝对的会善待你的孩子的。哼，淘汰！这一次，连小白也亮起了牌子。这个男人笑得好猥琐呀，他才不要小默默喊他爹爹呢。接下来的任务就全交给了儿子了。云溪独自闲适地饮着茶水，儿子一个人在那边不住地举着牌子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渐渐的，开始还热闹非凡的场面，到最后全部偃旗息鼓。实在是这个问题太变态，太难猜了，甚至到了最后还没有开口就被直接淘汰了。正在母子俩都有些疲乏的时候，院子外边突然闯进来一队人。为首的一个人30上下，眉清目秀，气质不俗。他嘴角噙着一抹笑意，朝着院子里不疾不徐地走来。林小姐，我想我大概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哈哈，你们就尽管猜去吧，不管你们猜什么，只要本小姐不承认，就算你们猜对了，那也是错的。云溪喷了，实在是对方学他口吻学得太像了，而且将他的心思猜得丝毫不差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居然这么厉害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也是来参加招亲呢？不知道有个先来后到的规矩吗？想要参加招亲，就得先交报名费，随后排队入场。哈哈，在下是来给我家尊主报名来了。本人不出席的，直接淘汰出局。尊主很快就过来了，怕你不信他有钱，所以特意回去搬金山去了。那人朝身后3击掌，便有下属依次上前，每个人的手中皆持有5到10块的金子。他们一个一个走到云溪跟前，将手中的金块跟搭积木一般在桌面上摆放了起来。在云溪的跟前，一座金屋的大概框架慢慢的被搭建了出来，
金灿灿的，很是壮观。你们到底还有多少金子？难道就不能一次办完吗？哈哈哈，云小姐别着急嘛，你不觉得这样更有观赏性，而且更具艺术感吗？风护法，他突然惊叫了一声，羽山南几乎条件反射的啊了一声，顿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。待风护法反应过来，才惊觉自己上当了，他舔着脸露出尴尬之色。夫人，属下也是奉命行事，你可千万不能跟属下记仇啊！哈哈哈，在下云护法也是奉命行事，夫人大人大量，想必是不会跟我等计较的。那可未必啊，我从来都是最记仇的，睚眦必报。难道你们尊主没有告诉过你们？谢儿冰雪聪明，温柔可爱，怎么可能是个睚眦必报的记仇之人？拜见尊主。妖孽！微微失神之后，云溪不由得低咒了一声。这家伙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忘卖弄他妖孽的一面。谁若是嫁给了他呀，那以后还不得牢牢地看住他，免得他在外面招蜂惹蝶。夫人呐，我怎么会是妖孽呢？我不过是比寻常男子容貌好看那么一点点，气质超然那么一点点，谈吐呢又高雅那么一点点。龙仙人呐，他真是你大哥？废话，数脚包换。哎，差距啊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呀？一个天天的被女人追着跑，束手无策，一个却是情圣高手。瞧这手段，这气势，这排场，哪个女人能逃出他的手掌心啊？我决定了，我以后啊也要向你大哥看齐。滚！谁是你夫人啊？你不是要在今日的招亲大会上为自己挑选出一个丈夫来吗？现在我也来参加了，你好好的选选，到底是选我做你的丈夫，还是选他们呢？他淡淡的目光一扫，所有的凌天宫的弟子瞬间如潮水一般涌退，退至了一旁，面壁思过，背对着龙千珏和云溪两个人，充当一棵一棵的小树苗，栽在了院子四周。风护法和云护法两个人更是识相的紧，两人蹲在了一旁，相互玩起了猜拳，完全把自己当做了最不重要的路人丙乙丁。今天的招亲大会还没有结束呢，说不定待会儿还有比你更帅、更有魅力的男人出现呢。夫人，整个将军府已经被我们凌天宫包围的水泄不通了，不可能再有其他人能进来。我可是向尊主打下保票的，倘若今日有一个外人进入将军府，那我呀可就遭殃了。夫人呐，您就行行好，可怜可怜属下，您就从了吧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吗？跟着尊主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对呀，咱们尊主英明神武，气宇轩昂，魅力十足，更难得的是重情重义，绝对是个好男人呐。夫人，您就从了吧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希儿，嫁给我吧，我会把你视作我的生命，不，比我的命更为珍贵。希儿，答应吧，不要错失了好姻缘呐。希儿，答应吧，爷爷支持你，奶奶也支持你。哎呦，这孩子看着还真不错呀。娘亲，小莫喜欢爹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生活在一起不好吗？看着家人全都站在了龙千珏的一边，他哪里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？水色眸光凝望向他，他微微颔首。希儿，你终于答应了。龙千珏快活的像个大男孩，不停地抱着云溪旋转着旋转着。恭喜孙主，恭喜孙主夫人。不要杀我，求你不要杀我。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怕你啊，难道你做过什么很恶劣的事情吗？让他们对你如此恐惧？
或许是我长得太过出众了，有人嫉妒我颠倒众生的长相，所以故意制造各种谣言诬陷我。很有这个可能啊。尊主所言甚是，依属下之见，那个诬陷尊主之人必定就在天下10大美男排行之列。你想连荣家大少都能排上10大美男排行榜之首，以尊主的出众之姿，做他师祖都差不多，却不在排行榜之列，这摆明了就是有人嫉妒尊主，不想让尊主掩盖了他的锋芒，所以故意的到处散布流言，使得天下人都畏惧尊主。此人真是用心险恶呀！云护法一脸痛心疾首，为尊主愤愤不平。云溪毫不客气地甩了2个人各自一个白眼。这主从2人同台搭戏，狼狈为奸。他若是信了他们的鬼话，那才见了鬼呢。云护法，将这些药丸呢，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服下，然后扒了他们的衣服，放他们走。是夫人。这是什么呀？你们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？说话之人嘴还未合上，就直接被云护法用纸将药丸弹进了他的嘴里。红色药丸入口即化，他想要呕都呕不出来。放心吧，吃了这个药丸不会立即死的。司徒家和孟家高手们一个一个稍稍的松了一口气，也就是每隔10天，身体各处会发生一次异状而已，其实也没什么呀，就是全身上下溃烂生脓，然后眼睛肿大充血，牙齿和头发呢自然脱落。倒吸气声连成了一片，不只是司徒家和孟家高手们心惊胆战，凌天宫的弟子听了也一个一个瘆得慌，纷纷在心中提醒自己，往后万万不能得罪夫人，谁若是得罪了夫人，指不定比得罪尊主还要可怕。你们别担心啊，只要你们在每次身体发生异状的前一日来找我，我呢就会根据你们的表现给你们解药的。但倘若你们表现的不好，惹怒了我，那我就无法保证了。我们一定听从夫人号令，愿效犬马之劳。扒了他们身上的衣服，让你们的人换上。不对，应该是我们的人。别忘了，以后你也是凌天宫的一份子。我有说过要入会吗？我是正经人家的女儿，怎么可能加入邪派组织？城南，圣宫的高手在冰护法和他手下人的追击下，全部被逼入了死胡同，一个一个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和负隅顽抗。这时候，突然有人自向外闯入，附在冰护法的耳边低语了一小会儿。这，他令出急行，手下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立刻跟随着他撤出了巷子。圣宫高手一个一个呆愣住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。我们快走！他的话音方落，巷子口突然又多出了一队人马。二少爷吩咐了，云家的人要除，圣宫的人也要除，杀他们！二少爷，司徒南星。圣宫高手中的领头人顿悟，对方身上穿着的就是司徒家族和孟家的衣裳，那么想要杀他们之人便是司徒家的二少爷司徒南星，无误了。该死的司徒南星，他居然出尔反尔！领头人盛怒，拼死迎向了对方，经过一阵的冲杀，居然真的被他给突围了，也顾不上搭救其他高手，他连忙逃离现场，赶着去通知黄龙尊者，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司徒南星还有孟家人。在他身后有一个声音高喊着追赶着他：别跑！你们黄龙尊者已经被赫连大少杀死在西山之巅了，你们圣宫少了一个尊者就没什么作为了。领头人脚下速度不变，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却是大大的吃了一惊。若是黄龙尊者真的被赫连子峰杀了，那可是大大的出事儿了。他不但要尽快的赶回去，更要赶回圣宫，将这个重要的信息传递回去，让公主派出高手对10大家族进行报复。你把杀黄龙尊者的罪名全部推在了赫连子峰的身上，未免有些不厚道呀。龙千珏眼神忽地一暗，一种难言的情绪
在眼底慢慢的酝酿和蔓延。啊！云溪惊呼了一声，整个身子突然被龙千珏横身抱起，抬头讶异的望向他：“你干嘛呀？”在我面前，不许你想他。龙千珏的口吻有些霸道：“我没有想他。”我不信，等我找个好地方，好好的拷问你一番之后，我才能完全相信你。云家伙事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放心吧，有风护法他们在，出不了什么事儿。你现在要关心的，应该是我们今晚的约定。龙千珏的唇边噙着一抹邪魅的笑，黝黑的眸子更加幽深，仿佛有魔力一般，能将人全副的心神吸纳其中。这里是寒园，允熙清楚地记得，他不记得的是他是如何被龙千珏送到床上来的。你……允熙的话音还未出口，就被吞没到一个霸道而疯狂的吻中。怎么了？身上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昨晚弄疼你了？允熙摇了摇头，沉默不语。那为什么皱着眉头？有什么心事都告诉我好吗？我不想瞒你，我心中的确有个心结。还记得我之前一直问你，你喜欢的究竟是6年前的云溪，还是现在的云溪吗？其实我不是真正的云溪，也不属于这里。我生活时的那个时代跟傲天大陆很不相同。云溪对龙千珏完全的敞开了心怀，将自己身世如何被族人追杀，又是如何来到这里，一一的向龙千珏仔细述说。这些就是我所有的故事了。所以6年前跟你发生关系的那个云溪，其实并不是我。所以你一直问我，到底喜欢6年前的你，还是现在的你？真是个傻瓜。感情不是责任，我又不是真心喜欢你，我是不可能这样全心全意对你的。即便我对云溪真的负有责任，我也会用其他方式去补偿他的。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我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爱上的人。相信我，我爱的是你，是那个耀眼夺目、与众不同的你。你的故事似乎还不够完整。你来到傲天大陆之后，在慈云观的6年里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还有，你和赫连子峰……你别乱想，我跟他之间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我刚刚来到这里，一醒来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。哼，早知道6年前，在他还默默无闻的时候，我就该杀了他。说不定那样，你第一个见到的人就可能是我了。天晓得，你在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呀？继续说下去。于是乎，云溪便将他与赫连子峰从出狱到决裂的过程全部细细地讲述了一遍，包括他无意间偷看到赫连子峰蚕食自己血肉带给自己的恐惧。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鬼魅一般，一直如影随形地缠绕在自己心头，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，一直压在自己心头，太沉重了。现在将它说出来，自己反而轻松了许多。答应我，不要将这件事情对外说出去。再怎么说呢，他都曾经救过我的性命，他的9转灵珠现在还留在我的体内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火龙千珏还没卑鄙到要揭露人家隐私来打击对方。对付赫连子峰，我有的是其他办法。去，把消息散布出去，
就说凌天宫的尊主龙千珏，昨夜在西山之巅手刃了黄龙尊者。记住了，务必将消息传到地龙尊者耳中。别人信不信没有关系，只要他相信，那就够了。是，属下立即去办。待下属离开之后，赫连死风推开了窗户，举目望向窗外的风景。喧嚣的街市，明媚的阳光，清新的空气。看着这一切，他的脑海之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白衣女子的绝色脸孔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太过于美好，他的目光微沉了一下。这些美好都不适合他，他有些格格不入。赫连子风再次伸手关上了窗户，将自己重新引入黑暗之中。大哥，我们今天真的要回去吗？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再多待几日啊？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游玩呢。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婚姻和归属，不要在无谓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大哥，难道我真的只能嫁给10大家族的人吗？这是你的命，要怪就是怪你生在了赫连家。赫连子风脸微微的偏侧，目光若有似无的朝身后的方向瞄了一眼，抬脚冷酷的离去。赫连子羽脚下一软，无力的倚向了墙边，秀美的俊脸上满是失落和绝望。原来他才是最傻的那一个，逃来逃去也逃不出命运的安排。咦，娘亲，你快看呐，青舅舅他能站起来了。你恢复得很好啊，我看呐，再过1-2个月，你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了，可以自己走路了。可惜，一身的武功，怕是要重新修炼了。我这里有一门武功很适合你，不但可以帮你将武功全部拾回来，而且还能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武艺精进。你能告诉我，你是真的云溪吗？我这里有一枚月牙胎记。云家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乃是云家的大幸。你才是云家骄傲，以前是，以后也会是的。云家的重担需要你来调剂，这是你责无旁贷的责任，所以尽快好起来。云家需要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让云家变得强大起来。总有一日，云家不必再畏惧皇权，甚至能和10大家族同起同坐。我听说10大家族之所以被称为10大家族，是因为他们的每个家族都有1000年前传下来的一件神器。这10件神器据说极为的神秘，拥有无限的能量，一旦被启动，足以毁天灭地。10大家族的人都将各自神器妥善的密藏着，若非家族遇上灭顶之灾，他们绝不会动用。这也是10大家族何以能持续1000年屹立不倒，就连圣宫的人也无法撼动他们的原因。我们云家若是想要真正的变得强大，想要脱离皇权的统治，最快的途径就是要晋升10大家族行列，成为超级世家。想要晋升10大家族之列，就必须弄到神器。神器可遇而不可求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掠夺。当然了，以我们云家现在的实力，自然是无法与他们抗衡的。来日方长嘛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蓄实力，以待来日的雷霆一击，让世人看到我们云家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亲哥哥，你在军营中威望颇高，可以试着从亲信当中挑选出一批可靠的人来暗中训练，让他们彻底的成为我云家势力。我不但提供1000万两的黄金作为你培养云家势力的资本，还能为你炼制出尽快提升高手实力的丹药。我的目的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要让
云家变强，强大到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随意欺凌云家。犯我云家者，死！娘亲，你不是最喜欢金子吗？为什么一下子把那么多金子全部都给了亲舅舅呢？金子固然可爱呀，但是远没有亲情来的重要。倘若有一日，娘亲被人绑架了，对方要求小莫交出1000万两的黄金去交换人质，小莫会不会答应啊？我不答应。没良心的小东西，居然只想要金子，不要娘。为什么呀？小莫会去找爹爹要金子，让爹爹去救娘亲。至于小莫的金子，那也就是娘亲的金子，小莫一定会替娘亲看好金子的。小莫啊，果然孝顺啊！以后要金子呢，就要去找你爹爹要，他的也是我们的，我们的还是我们的，明白了吗？爹爹看起来很有钱呢。你受伤了？他连忙取出了伤药，替龙千珏处理伤口。龙千珏自始至终都沉默不语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云溪，唇边噙着浅浅的笑意。告诉我，是谁伤了你？只是小伤而已，一点小伤，换你替我包扎伤口，我算是赚到了。有件礼物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孟家的宝物，赤血灵珠。你留着它，每天从中吸纳一些玄气，你的实力就能很快提升了。赤血灵珠10大家族，除了每个家族都拥有一件神器之外，还各自拥有一颗灵珠。神器是具有攻击性的，而灵珠则是具有辅助功效。10大家族的高手一旦玄阶跃升到了一定境界，就能通过灵珠来吸纳玄气，提升玄阶。你体内的9转灵珠乃是灵珠之冠，在众多灵珠之中蕴藏的力量则为强大。它虽然被赫连子封印的力量，但只要你能启动赤血灵珠的力量，在每一次吸纳玄气当中，灵珠之间都会有所感应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吸纳一次赤血灵珠的玄气，同时也能吸纳9转灵珠之中的部分玄气。原来如此，这是孟家宝物。莫非你昨夜独闯孟家总部去了？别担心，他们不会想到赤血灵珠在你手上的。我已经命风护法带着假的灵珠往城外逃去了。现在孟家的人丢失赤血灵珠，他们就会把所有精力全部放在寻找灵珠的事情之上，不会再有精力来对付云家了。原来他知道自己心中的顾虑，所以才冒险盗珠，为的就是能让自己安心地跟随他离开，同时也尽快地提升玄阶，一举两得。他想的还真是周到啊。希儿，太子要起事了。郡王爷是什么意思？王爷昨夜亲自来了府里，他让我们云家暂避锋芒，不要阻挡太子起事，待得时机成熟，再谋定而后动。爹，上次我让您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军中大部分都是我云家的旧部，他们大多都愿意追随我云家。我们已经约定好了，只待我云家信号一发，他们便立即响应我们。那就好。不过南宫义呢，也不是个善类，我信不过他。我们云家想要真正的在南西国立足，就绝不能与虎谋皮。我要去见一个人，希望能和他达成协议。小莫今早跟随小郡主去了六王爷府。千珏，云府上下就拜托你了，我去一趟六王爷府。小心点，如果遇上什么麻烦事儿，别忘记了我给你的东西。放心吧，我记得。小莫、英子、小南、娘亲、云姨，云姨，你们一大早的又顽皮了是不是？
今天不用去书园上学吗？云姨，是爷爷不让我们去的，他说今天外面会很乱，让我们全部待在王府里，哪里也不要去。娘亲是特意来接你的。今日你祥叔叔就要离开南西国了，娘亲带你过去送送他。啊，祥叔叔要走了吗？他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？他是一国皇子啊，也是此次东邻国的使臣代表，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来陪你玩耍呀？咱们呢，现在就去城门口送他。今日一别呢，你怕是很久都没有办法见到他了。哦，那我们快走吧。云小姐，你不见王爷了吗？王爷可是在书房等了云溪许久，好不容易等到他亲自临门，这时候却突然走了，这让他如何向王爷交代呢？请你转告王爷，我今日来是来接小莫去城门口送人的，多谢他照看小莫，改日再登门造访。太子府很快就有人回报了云溪拜访六王爷府的消息。哼，他居然还有心思去接儿子，很好，这说明云家还没有丝毫的察觉，不怕他们破坏了本太子的大事儿。太子殿下英明，云家又岂是太子殿下您的对手？等到太子殿下坐上了皇位，一切已成定局，而云家呢，要同时面对地龙尊者和司徒家的双重威胁，看他们如何还能有余力来与太子殿下您作对呀。祥叔叔，小莫，你来送叔叔了。还有娘亲也来了。东方云翔的身子明显的僵了一下，抬眸处果然见云溪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走了出来，他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睛，他居然也会来送自己。云小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顺路的。祥叔叔，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呢？小莫舍不得你。小莫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祥叔叔不是南西国的子民，早晚都要离开的。小莫若是舍不得祥叔叔，那就以后来东邻国看祥叔叔，可好啊？等有时间啊，娘亲会带你去的。耶，太好了！小莫呀，以后若是想祥叔叔了，就拿出他来看看。平日里若是去银子花了，也可以拿着它到各国的祥瑞银号提取银子，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不用替祥叔叔省着银子，知道吗？啊，这块玉佩这么好用啊！祥叔叔，你对小莫这么好，小莫一定会很想念你的。玉佩我会好好的收藏着，祥叔叔的银子，小莫也不会随便花的。小莫，别叫祥叔叔了，以后呢，他就是你义父了。义父。义父的称呼也不过是个形式，小莫还是像以前一样喊我祥叔叔便是了。不过呢，我会将小莫视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，永远都是。东方公子，这是我跟你提及过的2位药材的详细特征和描述，希望你能找到他们。我呢，也会尽力的帮忙寻找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。多谢云小姐。东方云翔的马车扬尘而去，徐徐的驶远。云小莫的小手一直挥舞着，泪光闪烁，直到马车的影子成为了一个黑点，消失在了视线之中，他的手才慢慢的放下。娘亲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祥叔叔呢？他的病那么重，我们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他了？不会的，你祥叔叔啊，会好好的活下去的。娘亲一定为他炼制出丹药来。你忘记了吗？娘亲的炼丹术啊，可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。只要娘亲说能炼成，就没有炼不成的。
难道你对娘亲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我相信娘亲，娘亲若能练成，那就一定能练成。太子殿下，我们抓到皇上了，快将他给本太子带上来。是，太子殿下。你看到了吗？就连父皇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更别提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孝顺父皇，我就成全了你，一会儿就送你和父皇同时上路。你们在前往西天的路上，以后有个伴儿啊！啊，哈哈哈哈！那我还得多谢皇兄你了。南宫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居然敢谋反叛乱，你该当何罪？义儿，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？你怎么不问问我？我为何要谋反？我乃是一国的太子，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，可为何要冒天下之不韪而反你呢？父皇，难道你就真的没有想过吗？逆子，你犯上作乱，眼里无君无父，像你这样秉性的人，居然还想继承皇位，你简直妄想！朕告诉你，朕早就想传皇位给义儿，只有他才担得起一国之君的重任，而你无才无德，处事鲁莽荒唐，朕怎么可能将南西国的大好江山双手相送于你呢？果然，在父皇的眼底，他一无是处，连南宫义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比不上呢，他不甘心，他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，苦苦的守着太子之位，怎么可能拱手相让于人呢？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打定了主意，不会将皇位传给我，那么我也不必再顾念父子之情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真想杀君弑父？是又如何？南宫喜的脸色蓦地一沉，长剑刺透了南宫氏的心脏，这一剑干脆利落，毫不留情。父皇，现在该轮到你了。他一步一步走向南宫义，那嗜血的神色比之方才更加可怕。南宫喜，你真的以为自己赢了吗？你太天真了。回头看看你身后，他们到底是听从你的命令，还是听从我的命令？南宫喜脚下一顿，顺着他的目光转手望向了自己身后。方才他一心全部扑在了南宫胜的身上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押送他的这些士兵。现在仔细看时，确实已经迟了。怎么会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大哥，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了，他们不是你的人，乃是我培养多年的死士。除了我，他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命令的。南宫义，你别高兴太早了。你有死士，本太子也有死士。就算你杀了本太子，他们也绝不会向你投降的。你想坐上皇位，未免高兴的太早了。早就算到了，你早就算到我要谋反起事，所以你将计就计，一早就在皇宫中埋伏了高手。你也想谋反，想要杀君弑父，可是你怕背上杀君弑父的罪名，所以你有意激怒我，借我的手杀了父皇，然后你再杀了我，这样你才能高枕无忧地坐上皇帝的宝座。你好狠的心，好高深的谋划，枉你方才还猫哭耗子，做出一副孝子姿态，其实真正狠毒无君无父的人就是你。南宫义，你以为你就赢了吗？你以为仅凭这些死士就能夺得南西国的江山？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南宫义，你也害怕了吧？南西国只要有云家存在，谁也无法安安心心的坐稳皇位。不管以后到底会怎么样，总之这一刻是我赢了。他手中的长剑
倏的一下掷了出去，正对的方向正是南宫喜的心口。咔嚓一声，清脆入耳，直直地插入了他的心房。南宫义冷笑了声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将自己长剑又拔了出来。他狠咬着自己牙根，眸光微缩，终于再也没有人跟他争夺皇位了。王爷，不好了，云家的人开始屠杀我们的死士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太子谋反篡逆，六王爷和云家奉旨秦王救驾，若有抵抗者，一律杀无赦。皇叔他丧尽天良，心性泯灭，亲手杀死了父皇，父皇驾崩了。侄儿代表我南西国的文武百官和万千百姓，恳请皇叔登临帝位，挑起一国重担。侄儿替已故父皇和南西国万千子民拜谢皇叔了。他一拜到底，银色身影就这么久久地匍匐在地。银色与夕阳金色交相辉映，成为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。云溪自士兵当中举目远眺着那道银色身影，眸子不由得微微的眯起。好一个能屈能伸的南宫义，好机智的心思，好深沉的谋略，他居然能在短短的片刻就放弃了初衷，果断投诚，为的就是获得一线生机。这样的人才，自己还真是小看了。他现在主动递上了橄榄枝，将六王爷名正言顺地推上了皇位。如此一来，若是六王爷和云家再想杀他，便难堵悠悠众口。此时此刻，南宫义是杀不得的。王爷，您的未婚妻来了，要不要见上一面啊？正好，本王今日来就是来云府退亲的，是该见一下云二小姐啊。请二小姐进来吧。是。王爷，你要替梦瑶做主。云溪这个小贱人，她嫉妒我的美色，嫉妒我能够嫁入王府，所以用簪子刮花了我的脸。现在我的脸不能见人了，还请王爷为我做主，好好的教训她，最好也能刮花她的脸，让她永远都嫁不出去。二小姐，本王今日来是来退亲的。本王已经决定了，要离开南西国，重新回归师门，不再理会世间一切俗物。本王王府的众人已经被本王驱散了，至于这门婚约，自然也没有再继续续谈的必要性了。是你，一定是你告诉了王爷，我的脸被毁了，所以王爷才要退亲的。云溪，我杀了你！两柄长剑一前一后，分别刺透了云梦瑶的心脏。长剑主人相互对视一眼，一个目光深沉是血，一个眼中却是惊诧和不解。为什么？袁熙依旧坐在原位，静静地看着云梦瑶断气，看着她徐徐地倒下去，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，再无生气。王爷不打算给他一个答案吗？他看起来死不瞑目。她是你的亲妹妹，你的妹妹死在你的面前，云小姐居然可以无动于衷，这或许就是她死不瞑目的原因吧。亲妹妹？是谁告诉王爷她是我亲妹妹的？王爷可能还不知道吧。云梦瑶呢，根本就不是我云家的女儿，她不过是二夫人和罗家一个下人所生的孩子。她怕事情暴露，于是便嫁祸给了我的父亲，让我父亲无端端的戴了10几年的绿帽子。今日王爷亲自动手，替我云家除去一个心头之患，我应该谢谢王爷才是。难怪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反水，临阵食言，转而投向了六皇叔那一边。原来一切都在云溪的算计之中。好他个云溪，他还真是小瞧他了。
王爷生气了呀？其实，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本想告诉王爷你的，毕竟要成为亲家了，彼此应该坦诚相待，还是得让王爷知情才对呀。本王本来就是来退亲的，至于他是不是云家的千金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这个男人真的很善于隐忍，云溪真的有些佩服他的忍术了。